这是斯诺克历史上最重的一张罚单。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呢，由于要查一些资料，所以说呢，视频出的晚了一些，在这儿给大家说声抱歉。昨天晚上啊，世台联官宣了一份处罚结果，它是以邮件的形式呢发送给了球员以及他的律师。当然啦，最终这份处罚的结果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动，这个呢，咱们待会儿再说。对比大圣之前做的一期预测处罚结果的视频呢，竞赛的年限呢和大圣预测的差不多。只不过呢，对常冰玉等几个年轻球员的处罚呢，比大圣想象中的处罚呢要重了一些。梁文博、李航毫无悬念的终身禁赛，两人被指控于2022年的7月24日至9月13日之间呢，操控了5场比赛，并且呢事后拒不认罪，也不配合调查。关于这一份世台联的官宣报告呢，网上有很多文字的版本啦，在这儿呢，大圣就不一一详述了。今天呢，咱们就说一些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以及他们到底是哪些比赛打了假球。在大圣最早曝光的视频当中，我就提到过，梁文博、李航跟赵欣彤和严炳涛他们呢不是一个门派，看似是一桩10个人的假球窝案，其实里面呢各玩各的。从世台联官宣的这一份报告当中啊，就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梁文博、李航。他俩操纵的比赛呢，就集中在2022年的7月24号到9月13号之间，而严炳涛早在2016年就操纵了一场自己的比赛，而赵欣彤造假的比赛呢是2022年的3月。如果以世台联的调查报告为准的话呢，那么严炳涛、赵欣彤与打假球来说，在梁文博面前呢，他们俩还是前辈哦。很多兄弟在昨天收到信息之后呢，都给大圣说，严炳涛禁赛5年的处罚有些重了。但是大圣却觉得仅仅是5年，那还不赶紧阿弥陀佛呀。那么下面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他们到底是哪些场次打了假球呢？在昨天世台联官宣的报告当中啊，并没有提及，但是大圣从报告当中提到的时间线索呢，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下面咱们就来看看他们是哪些比赛和对阵谁时打了假球。2016年的8月29号，保罗精英赛的1/8决赛。严炳涛对阵多米尼克戴尔，严炳涛以1-4的比分输掉了比赛，假球。2022年的3月3号，威尔士公开赛的第2轮，严炳涛对阵里奇沃顿，2-4输掉了比赛，假球。同样还是2022年的3月3号，同样还是威尔士公开赛的第2轮，赵欣彤3-4输给了杰克琼斯，假球。2022年的3月11号。土耳其大师赛的第2轮，赵欣彤对阵马修塞尔特，2-5输掉了比赛，假球。2022年的8月26号，北爱公开赛的资格赛，赵建波0-4输给了阿伦希尔，假球。2022年的9月28号，英国公开赛的第2轮，常冰玉0-4输给了阿斯特里，假球。2022年的9月26号，英国公开赛的第1轮，白朗宁1-4输给了赵欣彤，假球。2022年的7月24号，欧洲大师赛的资格赛，陈子凡1-5输给了阿伦希尔，假球。同样还是欧洲大师赛的资格赛，张健康1-5输给了小斯基，假球。以上这些都是大圣根据世台联提供的时间线索找出的部分假球场次，究竟是冰山一角还是事实的全部呢？那大家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其中有一场著名的0-9。并没有出现在时间线索里面。关于这个赔率，大圣曾经提到过，实在呀有些可怕。毕竟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有些事儿啊不提也罢。想想当年曹宇鹏每场比赛5000镑，3场一共15000镑，一开始也判了个8年，因为认错态度好，所以才改了一个2年半。想想这个金额如果被实锤的话，那可能有些结果是世台联也不希望看到的。那最后大家还关心的就是实际的竞赛期会是那么多吗？会板上钉钉吗？大圣觉得呀，有可能会有些许变化，比如曹宇鹏当年的8年减刑为6年半，中间呀又加了一个缓刑，所以说实际的竞赛期呢，可能还会略微有些变化。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梁文博跟李航了。最后大圣想说的是啊，希望这桩假球案能让现在正在英伦或者即将奔赴英伦的球员们引以为戒。虽然斯诺克的奖金不高，但是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毕竟比起很多搬砖的兄弟来呀，还是强了不少。
对于咱们中国军团的球员来说，正路只有一条，谁能率先登顶克鲁斯堡？于公于私来说，你觉得你今后还会缺银子吗？